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如果您对积极生活感到疲惫，不妨回头看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南植哉先生撰写的《如果对积极生活感到疲惫》一书。作者是一位僧侣，但在这本书中，他并不是单纯的传播佛教，而是将佛教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人们了解由于执着和执念所带来的痛苦本质，并找到应对的方法。现代社会虽然极其便利，但也非常复杂。尽管没有特别的麻烦，许多人却常感到内心不满足。生活中总有一种隐隐的压迫感，难以摆脱对生活的违和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现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您，或许也是其中之一。阅读这本书，或许能让您从全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处境。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围绕书名中提到的那些对积极生活感到疲惫的人，帮助他们卸下肩上的重担，重新焕发活力。请一定看到最后，希望您能从中获得启发。今天要介绍的视频内容分为以下3个部分：第一，您所珍视的自己是什么；第二，卸下梦想和希望的重担；第三，控制情绪的重要性。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为了在这个复杂的时代中生存，请务必看到最后。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部分，您所珍视的自己是什么？什么是自我？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哲学意味，但当我们重新思考时，可能首先会想到自己的名字、年龄、住处、工作、家庭等属性。此外，还可能会想到灵魂、心灵和身体这些概念。然而，作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定义了自我。让我们从3个要点来整理和解释这种思维方式。第一点，放弃珍视自我的生活方式。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与我们平常所听到的要珍惜自己的相反观点。大多数来向作者咨询人生问题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明确存在的个体，并且必须珍惜自己。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仔细思考，自我这个存在是非常模糊和不稳定的。自我这个存在是由个人记忆和他人的认可这2方面组成的。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记忆，您将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此外，如果周围的人都开始称呼您为 A 先生或 A 女士，您要么会以 A 的身份生活，要么会精神崩溃，要么实施行动。这说明，自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所谓的自我其实只是建立在自己的记忆和与他人的互动之上的模糊存在。因此，珍视这种缺乏根据的自我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日期、地点、性别和身体特征，甚至名字都是父母决定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想要来到这个世界而出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这个存在本身并不重要，而且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只是偶然来到了这个世界，被他人塑造成了现在的自我。为了让这个自我感到安心，我们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美。因此，人类最大的欲望就是被他人认可。许多人正因为这一点而感到痛苦。有些人无奈地接受了自己被强加的自我，并努力与之和解，面对痛苦。然而，与其面对这种痛苦，不如调整自己的状况，顺其自然地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者在这本书中谈到了这种生活方式。他建议我们重新审视过度看重和保护由他人赋予的自我。第二点，不必寻找生活的意义，也不必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人们并非自己选择出生的，却必须过着没有明确意义的人生。作者将佛陀的诸行无常教义解读为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生存本身并没有意义，自己的存在没有确定的依据，人的存在没有确凿的根据。如果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再为过有意义的人生而拼命努力。事实上，有意义的人生或许根本不存在。我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因为即使没有找到，人也能过得幸福。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时，
所看到的世界将会完全改变。作者认为，这正是佛教能够提供的视角。当我们意识到自我只是偶然诞生的暂时存在，我们就能接受这个借来的自我，并在生活的旅程中不断鼓励自己，直到生命的终点。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这个说法很常见，很多人认为，只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无需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能获得幸福。自我实际上是由个人记忆和他人认可构成的模糊存在，因此，想要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样，成为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做真实的自己，也同样困难。真正的自我究竟是什么？真实的自我又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其实无法确定什么样的自我才是真正的、真实的。即使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最终也只是在记忆和他人认可之间徘徊，不断的质疑这样的自我可以吗？陷入内心的挣扎。作者认为，如果为了追求充实、有意义的生活而感到痛苦，那么就可以放下这些执念。现代人往往通过赋予人生价值来感到充实，但这种方式让人感到非常疲惫。他们认为必须要过上更好的人生，要超越他人。什么才是更好的人生？我们需要战胜谁？这种生活方式无疑是痛苦的。因此，我们可以放松下来，接受那个并不特别的自我。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追求有价值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超越他人，只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而已。抱着浪费人生的态度生活，反而更容易过得轻松自在，甚至也会更容易面对死亡。希望大家能接受这种观点。第三点，您不需要在被安排的位置上开花。当有人在社会中感到痛苦，向周围人寻求帮助时，甚至连心理咨询师都会建议要在您所处的位置上绽放。然而，您所处的这个让您感到痛苦的位置，是别人随意安排的，就像我们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是被偶然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这就是您目前所处的位置，将其视为绝对的，在那里生存下去是否艰难？即使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被视为奴隶的黑人必须在被安排的位置上生活吗？显然不是。即使处于困境中，当有人告诉您要在那里绽放时，你也会觉得可以接受，因为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在佛教中，一切事物都被认为是由特定条件构成的虚幻之物，人际关系、工作、家庭，这些都是由特定条件所决定的模糊之物。例如，在公司如果与上司的关系不顺利，那就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您离开了那个工作岗位，或者您的上司调职了，那么人际关系就会中断。即使是家庭，当离婚时，原本的亲密关系也会变成陌生人。即使是自己选择的职场或伴侣，也可能意外成为一个痛苦的地方。所以如果您在那个位置感到痛苦，那么您可以去寻找其他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决定在那里多坚持一段时间。重要的是，你有权利做出选择，您不会被困在黑暗企业中，您是可以选择离开的，您拥有自主权。这种自主选择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但其实所谓的归属并不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住所和过渡之地，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什么人际关系，都不是绝对的。不必非要在某个地方绽放，只要以轻松的态度对待所处的环境，也许会有所收获。总的来说，要有轻松随意的心态，知道没有绝对的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二部分，卸下梦想和希望的重担。当作者被邀请去一个中学做客座讲师时，并不是说了那些老套的要有梦想、要有希望的话，而是说了下面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梦想都会破灭，但不用担心，即使梦想破灭了，人们也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个富有希望的中学生来说，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直截了当，
但据说学生们对这个真实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对于梦想和希望这些闪闪发光的词语，应该如何理解呢？让我们将作者所说的内容分为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即使没有梦想或者希望，人们也可以生活下去。对于那些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能够理解，人生中实现梦想或者如愿以偿的事情并不多见。从自己的父母或周围的长者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当然，拥有梦想和希望本身并不是坏事，那些实现了梦想的人也是了不起的。但是不拥有梦想和希望也完全可以，毕竟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拥有梦想和希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梦想是他们想要的职业，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职业来实现自我价值。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源自于童年时期经常被父母或周围人问到长大了想成为什么。这种观念并不是必须受限的。追求梦想本身通常是不稳定的，因为梦想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存在。当然，能够实现梦想并以此为生的人也是了不起的。但真正了不起的人是那些即使梦想破灭了也能坚持生活下去的人。比如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固然了不起，但在他们背后，有许多曾经付出过努力却没有得到奖牌，甚至没有参加奥运会的人。他们仍然能够从挫折中站起来，重新开始前进。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经历会成为一个人思考问题和坚持的力量，也是他们的财富。作者指出，挫折对于人类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在面对挫折时，人们会摆脱得失的思考，开始审视真正重要的事情，并试图停下来。通常人们行动的动机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获得他人的认可，或者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然而，当人生经历挫折时，这些动机会突然消失，人们会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即使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会得到回报。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人们也能够重新振作。作者认为，这样的人会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此，即使梦想和希望没有实现，也不必感到沮丧。生活并不是因为梦想和希望未能实现而失去意义。人生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梦想和希望，相反，梦想和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毒品，当它们消失时，会带来强烈的戒断症状。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长时间追逐梦想和希望。如果您对拥有梦想和希望感到厌倦，放手也是一种解脱。面对梦想背后隐藏的真实自我至关重要。对于梦想和追逐梦想的自己，要保持冷静的态度，认真考虑是否真的愿意为之付出风险和牺牲。如果你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梦想或希望，那么就应该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以确保您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梦想之间的距离。只有能够想象到这一点，才能考虑如何实现那个目标。如果不能想象到这一点，只是想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的话，那就不会有进展。如果真的想要实现那个梦想，那么最好将其设定为目标，然后如果成功实现了，那就太好了；如果失败了，那就要放弃梦想。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时机。换句话说，目标就是一个考虑到放弃可能性的梦想。乐观的态度和冷静的眼光是完全不同的。冷静的看待意味着在准备好接受可能的失败的情况下去面对，这表现了一种充分的从容状态。目标是对自己付出时间和努力，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事物。作者建议，对于梦想和追逐梦想的自己，应该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态度。这就意味着从怀疑自己是否有天赋，以及梦想是否能够实现的思考开始。这样的态度会让您不再轻易地承诺给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从认为如果梦想无法实现就是人生的结束这种想法中解脱出来。活在世上，感觉也不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您可以拥有梦想，也可以没有。无论选择哪个，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度过。在您度过的每一天里，都没有好与坏之分。
有人说，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天都是幸福的，而是每一天都是平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回顾一生，想着哦，这是美好的人生，或者这是糟糕的人生，这样的想法都是无关紧要的。在临终时，如果能够觉得自己的人生还算可以，那就已经足够了。对于这样的死亡，最重要的是能够放下自我，敞开心扉面对他人。换句话说，作者认为摆脱得失心理，建立与他人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人在交易和竞争中逐渐耗尽了自己，变得精疲力尽。他们认为自己必须提升自我，成为受欢迎和有用的人，变得了不起，结果陷入了疲惫之中。你也有这种感觉吗？这正是如今社会上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当一个人总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得到好处时，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决定一个人基础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因此试着换个角度，考虑为他人而不是自己。这并不意味着要迎合别人的意见，而是意味着与他人分享问题并共同解决。这意味着关注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做什么。您不必完美，也不必牺牲自己，重要的是要放下对自我的妄想，停止自私的生活，而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认识自己的存在。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您就能过上觉得还不错，觉得活着是件好事的日子。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只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而是思考如何与他人相处。第三部分，不被情绪左右的方法。当您向别人抱怨人际关系的问题时，是否被告知，如果想要改变对方，首先要改变自己？但实际上，人际关系的问题并非仅凭借爱和努力就能解决的。有时候，努力只会带来新的痛苦。事实上，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人际关系都是核心，即利益和权力关系。这对于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停止与记忆的抗争，准确地看待自己的问题，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具体技巧和思考方式。我们将分成3个要点来说明。第一个要点在与他人共处时，需要学会保持情感的适当距离。人们必须在他人的海洋中生存，面对压力和冲突是很常见的事情。在这些时候，情绪的波动和混乱也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要确保情绪不会溢出心灵的容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介绍一些控制情绪波动的技巧。首先，我们不能仅靠意志力来控制脑海中涌动的情绪和思绪。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控制情绪的技巧非常有效。例如，进行日常的散步、阅读喜爱的书籍、悠闲地品味茶水、独自享用美食，并专注于感官体验。甚至在沐浴时也可以集中注意力。虽然这有些类似于正念练习，但通过专注于某个事物，我们可以控制情绪。第二个要点，不要急于给出答案，而是用能为他人所理解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问题，这样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清晰地表达主语和谓语，整理自己所处的情况和问题是非常有效的。此外，要明白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与他人保持距离也是很重要的。愤怒的涌现通常是因为自己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不想被愤怒所左右，就需要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正确性。为了缓解眼前的愤怒，建议与愤怒的对象保持距离，甚至直接坐在地上也是有效的。此外，需要认识到愤怒往往源自嫉妒或错觉。嫉妒的根源通常是对某物的占有欲，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但却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是不公正的，可能只是自己的认知产生了误解。理解这一点，对于从嫉妒中解脱出来至关重要。最后，当愤怒或嫉妒无法缓解时，可以尝试进行日常的例行工作。当头脑中充满愤怒或嫉妒时，可以想象将头部与身体分开，让头部处于情绪的风暴中，
而身体则保持平静地过着日常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逐渐平息愤怒或嫉妒的情绪，发现头脑中翻滚的情绪并不是那么重要。尝试这一方法是正确的。人际关系和朋友并非可有可无，人类为了生存确实需要一些必要的人际关系，但这些必要的人际关系通常是非常有限的。过多的朋友只会给人带来新的烦恼和压力，会让人心里感到疲惫。想一想，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人有多少呢？最多可能只有10个左右，甚至多达20个。决定你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人际关系其实并不多。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人际关系非常有限，大约只有5个左右。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说不需要朋友可能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作者给出了如下理由来解释：交朋友会让人不自觉地努力维持与对方的良好关系，渴望被理解、感激和认可，希望别人能理解我的想法。但实际上并非总能如愿，对吧？沟通在任何时代都充满挑战，会带来新的烦恼和压力，尤其是对于交际广泛的人来说，因需要维系众多人际关系而感到心力交瘁，对精神健康也有影响。虽然社交网络在今天的社会很流行，但只需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要通过网络交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自然会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同兴趣和情感的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建立起人际关系。即使是那种1年只见1次的关系，相聚时也会有深厚的交情。不必刻意去交友，也不必刻意寻找朋友。真正重要的是找到想要珍惜的人，调整好自己需要的人际关系，生活会更轻松愉快。第3个要点，对待家人也要每天都表现出关怀和体贴。人际关系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才能培养，每个人对他人都应该付出一定的努力。然而家庭情况又如何呢？由于是家人，我们常常会认为不必说出口，对方也能明白我们的心意。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就像花朵需要水和肥料才能绽放美丽一样，家人也需要每天表现出关怀和体贴。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但其实只需要做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要好好的说谢谢、打招呼，早晚都要问候一声早上好、晚安。当别人为您做饭时，要说声谢谢，食物很美味也要说声谢谢。这些理所当然的举动，在家庭中常常会被忽视。让我们重新回归初心，试着做这些事情。这样一来，家庭关系就会慢慢变得更加融洽。如果您觉得这是谎言，请务必尝试一下，尽管可能会有些害羞，你会发现，您对家人的看法会发生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家庭中存在压力，但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关键性的问题。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内心深处却可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当这些问题真正暴露出来时，想要解决已经为时已晚。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系家庭关系，就像给花朵浇水施肥一样，日复一日地进行沟通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申一遍，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不要忽视日常的问候和感谢、道歉和告别，只要这样做就足够了。此外，如果你希望对方做些什么，那么首先要做的是适时地给予对方赞美、提议或劝告。即使这样调整后仍然无法达成共识，考虑暂时忍耐也是一种选择。如果负担太重，甚至连忍耐都无法做到，那么与家人保持一定距离也是一种选择。只要清楚自己要什么，解决方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使是在家庭中，也不要过分重视，不要感受过多的压力，要学会轻松生活，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生活会给予我们应有的答案。愿我们都能在平静与自信中度过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